现如今，中国田径运动员在田径各方面的项目上都有一些比较出众的。短跑就是苏炳添、谢震业，女子短跑就是梁小静、葛曼棋等。在长距离的项目中，就有这么一位天才，他就是老将丁长琴。很多中长跑运动员小时候因为体育出色才进入了体校，但贵州遵义姑娘丁长琴从小学习成绩良好，一直在普通学校生活着。2008年，她第一次参加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第一次就跑了10公里。出乎意料的是，她还获得了第1名，由此进入了国家队训练。之后，在2009年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5000米的比赛中，再一次斩获第1名。丁长琴从事运动11年，从2009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丁长琴进入国家队训练，在国家队训练只有7年。2014年至2016年，马拉松刚开始火爆的时候，也是丁长琴职业生涯的巅峰期。那时的中国马拉松运动从无人问津，但是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那个年代中国女子马拉松的大梁，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就像在2014仁川亚运会女子10000米的决赛上，丁长琴克服巨大的压力，在最后时刻绝杀日本选手，成功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在之后的比赛中，丁长琴刷新了个人最好纪录。我们老将福士加代子这届亚运会才不参加，因为他们都是福士加代子应该是跟最早期啊，跟王军霞和曲云霞他们那波也是比过。之后呢，像邢飞娜和孙云杰，他们是一个时代，一直比到了去年。穆罕默德呢，他的速度的能力应该是比较强，还剩下最后的5圈了，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在这个单项当中夺去失去已久的这种优势，重塑中国女子中长跑在亚洲的这个地位，尽可能减少消耗，储备能量和对方。毕竟跟随跑呢是最省力的，丁长琴要拼了，你到了极限点了，还剩下2圈，要咬牙了，身体的整个的感觉就应该到了一个近乎于机械运作的状态。你要跑到这会儿，你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呼吸，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这种呼吸系统在运作，整个身体呢可能都不听自己的使唤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平常的训练的这种储备训练的水平和你的意志品质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剩下最后2圈，丁长琴开始加速了。这个加速呢不是很明智，不要着急。还剩下最后1圈了，最后500米，丁长琴跟住穆罕默德。迪原步美呢也到了这个极限的状态，不要从弯道去超，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大忌。一般弯道进直道，最后并一下或直道再去超越。穆罕默德在加速，他的大幅度的动作能力确实是很强的这种表现，个人能力。丁长琴还在死死跟住对手，跟住就有机会。现在迪原步美有点跟不住了。现在这种极限的表现呢，就不要去着急超越，跟住对手。穆罕默德的加速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就看这100米了，这100米跟住就有机会。跟住之后呢，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的直道再去拼，咬住。穆罕默德呢，确实是体现出这种西亚运动员他的加速能力、他的力量能力、他的每一步的效果确实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最后冲刺能力当中，你有没有短距离有400米运动员的这种水平？你有没有很大的动作幅度和加速的能力？但还是有机会。看看最后100米，丁长琴有点加不上速了，他已经是拼到了极限，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穆罕默德还是有很强的个人的这种绝对实力。第1枚金牌诞生了。她是国内女子短跑突出人物，也是国内女子杰出的代表之一。她就是广东女孩梁小静。梁小静的身高只有1.58米，在国内女神中应该不算太矮了。但是在世界田径比赛中，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在比赛中，你会常常看到梁小静，并不是因为梁小静的可爱笑容而被她吸引，而是因为你一眼望过去，你会看到梁小静比其他选手要低一个头。虽然梁小静身高方面没有其他黑人这么有优势，但是梁小静的跑步频率要比其他选手的快。梁小静是从小就展现出个人的运动天赋，她在上小学的时候表现的就很优异，在参加校运动会比赛中经常能跑到第1名。随着不断的加强训练，运动天赋日渐突出。
在县级中小学运动会比赛中，常常拿到短跑60米和100米比赛的第1名。0.13 this year, that is her lifetime. Away without any problems, Asher Smith into a running well and moving away now. Gardner's pulled up, but Asher Smith storming away. Cambodia in second place on the near side. Good running from the Jamaican there, Johnny Smith. 成绩稳定，短跑优势明显。俗话说得好，良驹卧厩，未遇伯乐。梁晓静被省体校教练钟少廷发掘，从而进入专业省队，进行长时间的专业科学训练和强化。之后加上自己的刻苦训练，成绩稳步提升。2019年世界田径锦标赛选拔赛女子100米比赛上，梁晓静表现优异，状态也是出奇的好。这场比赛有几位比较强劲的对手，就比如武道的韦永丽，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曾跑出过100米10秒99的成绩，之后便没有人突破过了。其次是6道的葛曼棋，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4，而且后程冲刺也强。但尽管如此，梁晓静还是以超快的跑步频率领先了所有人，最后跑出了11秒27的好成绩。梁晓静之所以有如此成绩，还是靠她自己的努力。老话说得好，一份辛劳一份收获，成功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和付出。梁晓静平时训练非常勤奋，自我约束力很强，由于长期训练，腿部脚部易出现劳损，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她的发挥。但不管前面有何困难，哪怕是布满荆棘，她依然信心十足，不断挑战自我，不断砥砺前行，创造辉煌。梁晓静把整个启动节奏呢带到了一个高水准，而且她一直用这个速率压制着其他选手。对，换句话说，我们看这个葛曼棋呢，就是由于体力问题而带来这个跑的技术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对。从这个动作，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女子短跑的全程跑的技术，应该说较以前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步。就好比如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女子第1人韦永丽遇上了日本第1人福岛千里。细说起来，他们两个曾交手多次，基本上韦永丽都是以绝对的实力击败了这位日本女飞人福岛千里。福岛千里比韦永丽成名更早，名气更大。早在2010年韦永丽出道之际，福岛千里就斩获广州亚运会100米和200米双冠，100米创造11秒21个人最佳。福岛千里身怀双冠王头衔，韦永丽在第5道，福岛千里在第7道。而在这场比赛中，还有另一位中国选手，那就是位于第9道的袁琪琪，但是他的100米最好成绩是11秒55。韦永丽和福岛千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呢？比赛开始，韦永丽起跑反应不是很快，但福岛千里起跑却很强势，第一个冲了出去。韦永丽在30米之后，凭借超强的途中加速能力超越了福岛千里。最后，韦永丽、福岛千里和哈萨克斯坦的萨弗罗诺娃3人几乎排成条直线，用肉眼看几乎分辨不出。最终通过机器分辨得出，韦永丽以11秒48率先冲线，福岛千里以11秒49获得亚军，萨弗罗诺娃以11秒50获得季军。前3名胜负在毫秒之间，非常明显。韦永丽以0.01秒的优势绝杀了日本福岛千里，成功夺得亚运冠军。当然，这也不是她的100米最好成绩。韦永丽100米最好成绩是在2018年瑞士大奖赛女子100米决赛上，韦永丽跑出了10秒99的成绩，刷新了职业生涯个人最好纪录，使其成为女子短跑历史上第101位进入11秒大关的选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个视频再会。一直以来，中国接力队都是来自100米非常强劲的选手来组合接力的。比如之前的男子接力队是由莫有雪、谢震业、苏炳添和张培萌等人组成的，而如今的国内女子接力队是由田径四金花、梁晓静、孔令薇、钱颖丽、葛曼棋等4人组成的。梁晓静和葛曼棋都是属于新人，他们以后会达到新的高度。但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女队派出了陶宇佳、孔令薇、林慧君和韦永丽4人。陶宇佳和林慧君都是老运动员了，在韦永丽巅峰的时候也是100米的一个好手。这是他们辅导千里的整体状态不好，所以呢，他们的整个代表队压力也很大。他们的第1棒是东安娜，第2棒是木村文，第3棒是青木前野，第4棒是辅导千里。中国队被分在了第6道，卫冕冠军泰国队在第5道，日本队则处在第4道。好，而在本届比赛当中，林慧君的200米的弯道跑技术也展示非常高的水平。最后一棒是今年的女子亚洲新飞人韦永丽，来看看这个团队项目。发令枪响后，中国队的出发反应并不是很快，但第一陶宇佳凭借着超强的弯道启动加速能力，迅速冲到最前面。哈萨克斯坦与日本队紧随其后。第2棒交接时，陶宇佳和孔令薇配合得非常默契。孔令薇接棒后继续保持优势，孔令薇顺利交棒后，林慧君跑出继续冲在最前面，而且优势越来越大。和自己队友的交接，中国队还是处于领先，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在韦永丽接棒的时候，不要犯规，稳住劲。韦永丽接过棒之后，迅速跑进了直道，仍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有韦永丽这个100米冠军压阵，中国队一路领先。最后第一个冲过终点，没有丝毫悬念，压第2名10米的距离。83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中国的4位女将在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她们整个交接棒非常的连贯。4个选手在整个训练当中，把他们平常一起生活、一起训练所展示的这个默契，完美的体现了出来。最终，中国队以42秒83的佳绩夺冠，并打破该项目亚运会纪录。哈萨克斯坦以43秒90夺得亚军，日本队跑出44秒05，排名第3，泰国队以44秒39获得第4。金牌，哈萨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2，日本队呢是获得了第3，在比赛场也起到了这种震撼的效果。祝贺中国女将！中国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首先，每个队员的能力和状态都表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其次呢，就是交接棒非常的连贯。到最后一棒呢，交接的时候，林慧君和韦永丽稍微有一些慢，因为林慧君领先的太多了，韦永丽呢有点着急。就是最后一棒稍微有点惊险，但1、2、3棒的衔接应该说是几近完美，没有任何瑕疵。中国队在这棒的交接的时候，启动的时候，韦永丽已经领先其他代表队有个10米的距离。韦永丽是100米的冠军啊，领先其他代表队10米。100米的女飞人冲过终点。